天蝎的11月呢是会有后面2、3年的一个预兆，认真来听。太阳和上升天蝎座11月有一批，我还挺替你们高兴的啊。在梳理你们的月运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动情了，因为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不容易。那天蝎的运呢，让我想到那句经典的名言啊：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就是规矩，规则可以为你改变；而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你只能带着愤怒出局，或者是带着愤怒忍让。那天蝎11月运好不好呢？真的就是你们多年的一个实力的一种体现。你们会跟这种高层、长辈、领导、上级这种高地位啊、高职务的人，或者是组织机构去打上交道，那这就很高下立判了。顺着天蝎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某种地位咖位直线的上升，就像身边普罗大众看得惯看不惯都再也动不了你，别人呢对你们也会变得客气，因为你证明了自己某种强大。而且呢，这不是说一种人气或者是人缘的拥护体现，它是一种来自比如说官某方啊更高的权势地位的这种看重。那这个好处就更加直接了，因为人气人缘它还是比较虚的东西啊，比如说它的一个现实转化成好处理是需要额外的一些时间和推动的。但是你想，如果你被一个领导看中，被老板直接青睐，那这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等的了，很可能这个发财的工作就接下来接到手软，让你去很重要的一些活动项目，到哪都带着你等等。所以天蝎11月呢好呢就会非常好，尽管你们会有一些压力，因为这个时候你们需要一些虚与委蛇啊、高情商啊、给人做面子啊、表现得更加成熟啊。有了天蝎呢，也会需要去承担更多的社会属性或者是身份属性，不是简简单单的只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你们可能会需要去，因为你是什么身份啊，或者说代表谁而要干什么，去这个活动啊、接那个任务之类的，是一些大场合或者是严肃的场合，未必是天蝎喜欢的，但是对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你们也可以经受住考验，应对的非常好。人呢，如果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说跟自己喜欢的人相处，其实是代表说你的层级和 level 还没有上去。所以呢，天蝎11月的一个压力，恰恰是你们变得更强的一种佐证。那就要恭喜这批天蝎座，过去的努力没有白费，你们点点滴滴坚持不懈的努力，它滴水穿石，开花结果了，并且呢，在今年的冬天11月、12月、1月等等这几个月啊，能够稳在一定位置的天蝎，明后2、3年还能够更好，非常值得期待一下自己各个方面的发展，包括财方面、事业方面、学业方面、地位方面，都有机会有很大的一个跨越和提升。你们就更好的去打磨自己的实力、天赋和才华，并且呢，要找到各种机会把它展露出来就好了。这个实力它不是单方面的啊，它可以是这种外形的提升啊、工作能力啊、专业水平啊、学识储备啊、职业素养啊，或者说会搞一些事情、搞一些活出来等等各方面的这种实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如果是你进气不太顺的天蝎，比如说被领导、父母找麻烦的天蝎，一定是因为自己的实力、能力、成绩不够。这个不够是在更有权力决定事情的人眼里它是不够的，不是说你自己说自己好不好。因为天蝎11月所有的评估都来自于外界的权力层，包括之后的2、3年也是，他说你好你就好，他说你不好拒绝你、把你淘汰、打压你，你也无法与之抗衡。所以呢，11月天蝎不需要去拉帮结派，或者是搞什么人际啊、人气啊，其实那都没有什么用。你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实力去讨得更高的、更有话语权的人的欢心，要搞清楚你的工资到底实际是谁在发，你的这个工作是因为谁、因为什么而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一批天蝎一定要想清楚这些啊，因为归根结底这个时候还是要去提升自己在某个行业领域的实力。按照目前的一个行运来看，天蝎走到今天不至于说达到你不可替代的一个程度，没你就不行，但是至少你的努力程度是可以达到，就是别人觉得选你是值得的，选你没错，选你会回本，就更愿意给你 offer， 给你开绿灯。所以呢，你们应该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要迅速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和实力，争取在这个冬天让自己上一个阶层。那11月上下旬对比的话，11月中下旬天蝎容易有更多的活动啊、宣传啊、跑动啊、社交这些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这当然也是好事，也包括桃花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天蝎去改变规则的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你成绩好，你就能够谈恋爱，我也不管你；但是如果你成绩不好，那就不准谈啊，会有这种挺有意思的一种现象。那整体下旬呢，桃花或者是人际口碑会有点影响到天蝎的工作。那这个时候要提醒一点，就一定要去注意自己累积那么久的一个口碑，一定要维护住。刚刚说了，这个冬天对于你们整个事业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可以谈恋爱，但是你的口碑不能够去掉，你的实力不能够往下掉。那11月下旬呢，天蝎的一些副业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也会有点影响到你的一些主业主轴的事情，所以有点分心。那就看天蝎你怎么选了，因为你们是水象星座，工作肯定不是你们生活的全部，你们还是比较注重感情啊，就各类感情，不仅仅说是爱情，也会注重个人的生活的追求。所以只要不碰触这种口碑啊，其实它就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不用太担心。天蝎这个时候你就看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人正经的约会恋爱，或者是娱乐消遣，做一点自己高兴的事情，那11月下旬也可以去允许自己分些心出去，有机会学到很有趣的一些新知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毕竟爱情桃花方面此时也比较容易有结果，不能说是多天长地久啊，但是至少能够谈一段
真的恋爱，彼此也是认真严肃的。天蝎你的一个喜怒哀乐呢，这个时候也能够有人跟你分享啊，这个人至少能够理解天蝎的一部分。11月天蝎感情当中比较直球，有的天蝎现在已经有明确的对象和目标了啊，所以你就会直接去追，直接说我喜欢你。如果你是想好无法继续要分手的天蝎，也会直接的去表达，感情的一个专一度会比较高，认准一个目标就会奔着结果去，不浪费时间，所以有脱单的几率。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天蝎得有现实当中明确的目标，你有这么一个人，或者你现在没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么你也要有明确的这种理想型的对象，而且你接下来在现实当中是比较容易能够遇到这种对象。那这种天蝎呢，11月、12月就挺容易确定关系的，因为你会很明确的让对方知道你的喜欢，甚至是以一种公开的形式，就对周遭人都是不加掩饰的，可能会说我就喜欢他，我就要找他这种的啊，别人是拦都拦不住的。那有伴侣的天蝎呢，11月是挺大男子主义、大女子主义的，比较霸道，平常就挺爱吃醋的天蝎啊，这个时候占有欲就更强了，尤其下旬因为水逆来袭了。我刚刚不是说有的天蝎能够脱单嘛？那这个时候呢，你们也会很快迎来初次的吵架，就是跟这种吃醋啦、在不在意有关的，会因为这个闹别扭，就是水逆带来的影响。但是问题不会很大了，有的反而吵吵感情很好，算是你们的一个小情趣。那如果是吵分手了，一定是因为本来就想分手，然后呢正好顺水推舟找了一个借口，而不是因为一次吵架才分的。那美容健康方面呢，下旬月末10天受水逆的影响，要注意身体啊。身材11月倒是能够变好的，也会穿一些能够展露自己身材的衣服啊，刺激自己更有动力的去达到自己想要的身形。那要祝所有的天蝎座11月再接再厉，名利双收，珍惜拥有，过好当下。太阳和上升金牛座呢，11月的转运点是在中旬的10天，上旬呢金牛的运有一点点卡住不动啊，或者动不了，必须处在某种等待或者是熬着的一个状态，会感觉比较难受啊，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你身体难受，或者是你要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为了某一个理由付出很多的一些代价。行运看起来呢，上旬就是在磨一件人事物，被这个东西折磨，可能是金牛自己自愿去受苦受难，也可能是被迫的啊。总之身心的消耗是挺大的。而到了中旬呢，金牛之前卡住的一些事情会迎来转机，或者是你会突然想明白，就不再纠结执着了，新的运气会进来。在12日到22日日金换座之后，金牛会明晰结果，然后根据这个结果呢去定下一步的方向和目标。所以呢10月中下旬金牛会去做一些新的决策，或者是可以做某种调整，这个调整的运一直会延续到12月，这个运呢很不错。这段时间呢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契机进来金牛的生活当中，让金牛能够去纠正过去很久以来或者是近段时间的一些错误，也可以让你们去补救一些东西啊。因此金牛工作、读书、生活呢，在11月前10天不必慌张的去做选择和决定，此时呢往往容易定不下来，可以理解为时机未到。那有的金牛呢上旬也容易体验到失败和挫败，以及拖延和无力。那么你可能会以为没救啦，或者是没时间啦，但其实是有救的，也是有时间的。后面中下旬以及12月你们会迎来补救的机会，这个时候努力就可以了。生命会给到金牛一个契机，让你们去重新去对一些目标任务啊、资金、财务、理财啊，或者是你的健康、你的工作等等，能够好好的去负责。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调整呢也是需要一个周期的。那我现在这边提醒你们，这个新的机会或者是转机，它不会那么轻松就可以去争取到。这个好处它不是理所当然给到金牛的，因为冥王星到了金牛星盘的10宫了，这个是一个业力相关的位置，也就是说一报还一报。所以金牛你之前可能就没有弄好嘛，你犯了错误或者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呢这个时候上天看到你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了，所以呢就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那这个补过的机会其实是充满压力和挑战的，它没有那么简单，需要金牛付出很多的代价，也付出一段时间，甚至这段时间要舍弃掉一些东西，去珍惜这次弥补的机会，去把错误的东西扭转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径上。那时间线上来看呢，在12月中下旬金牛就可以看到一些2次的结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去虔诚努力的金牛呢，在12月中下旬就能够收获一些好的消息啊、好的结果啊。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回报了。所以这个周期呢说长也不是很长，但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痛苦，因为你要付出努力。如果11月中下旬还是执迷不悟，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这批金牛呢，12月打击可能会更大，真的会比较惨啊。所以我提前跟你们讲，珍惜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下旬这1个月的时光，这个时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该调整调整，该投入投入，该清理清理，该努力努力。之前的就不要去后悔了，从现在开始努力，这是考验你们意志力的时候，但是是值得付出的，可以让金牛靠你的目标更近，不论你之前失败还是获利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重新的去
进行计算。工作考试方面呢，11月整体是不建议金牛冒险的，因为刚刚说了，容易有比较严苛的一些考验。中下旬呢，虽然可能也有换赛道啊、换工作的一些机会，但是看起来这个时候动不是太划算。如果说要走的话，你可能就要让出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东西。不着急的金牛可以等等后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时间。那爱情和人际方面呢，11月金牛的应对啊，容易情绪化，比较感性啊，需要更理智一点。桃花呢是有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旧任性的桃花，就是原本认识的、接触过的、交往过的，但是呢，桃花质量坦白来说不高。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如多读几本书，不会把本月的一个时间浪费在感情上面。那有伴侣的金牛呢，11月要注意三方人事物对关系的影响，包括经济方面啦、健康方面啊，这些不一定说是小三这种，只是说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某种冲击和考验，会有现实的一些挑战，需要你们和对方共同通关，也可能是两个人在通关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个人掉队了啊，那就会考虑还要不要继续，所以也是有点容易闹分手，对关系没信心的月份，需要注意一点。那美容健康方面呢，金牛11月不是太容易减啊，上旬反而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管控以及健康，饮食作息呢容易暴饮暴食或者是不规律，身体整体是有点偏弱的，但是下旬是有机会重新拟定一些计划，或者是在他人的一些引导带领下去以一种缓慢一点的节奏去管控自己的健康和身材。虽然像刚刚说的稍微难了一点，因为意志需要非常坚定嘛，但是这个时候金牛还是可以去做到的。你们可以去选一个目标人物来鼓励自己，每天看对方的美照啊，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和某一个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啊，会对更好的减脂有帮助。就是要给自己造一个梦，有梦呢金牛就愿意努力，没有梦呢你就会不想努力。健康管理也是如此。那要祝所有的金牛座11月曾经疏忽的时光在加倍的努力当中还补回来，好运啦！我是艾达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更好的引导自身生活，拜拜。